大家好，我是鹏鹏。万万没有想到，把红枣放在陈醋里面泡2天，作用居然这么厉害，好处花钱都难买。老一辈们的智慧与结晶不得不让人佩服，解决了很多人的大问题、大烦恼。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。关于红枣这个食材，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。它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，大家通常喜欢把它拿来泡水喝，或者煲粥等等。但是我们在挑选红枣的时候，要怎样来区分好红枣和不好的呢？很多人在挑红枣的时候都是挑选个头大的，其实并不一定个头大的就好。挑选这种干红枣，其实咱们只需要用手捏上一捏，如果感觉内在饱满，那么这个红枣就是非常不错的。如果捏起来软软哒哒的，那么这个红枣就流失了很多营养，而且也可能中间已经坏掉了。所以以后在挑选红枣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只注重红枣的个头大小哦。首先准备几颗红枣放入碗中，我这个红枣个头比较大，所以少准备几颗。然后先加入一些水到碗中，先用手将红枣表面多余的灰尘给洗掉，随便洗上几下，就可以看见水中已经脱落了许多的灰尘脏东西。刷洗好之后，咱们把它捞起来，然后再次放入碗中。这一次我们需要加入一勺淀粉或者面粉，然后咱们像揉面团一样，将面粉均匀的裹在大枣表面。因为大枣表面有非常多的褶皱沟壑，这些沟壑里面可能藏有很多的灰尘哦，而面粉有极强的吸附性，可以很好的将藏在里面的灰尘给吸附出来。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方法来将红枣清洗干净，最后再加入大量的水，然后将残留在红枣表面的面粉全部清洗干净即可。当然，在碗中肯定是洗不干净的，所以只能洗掉大量的面粉。最后将红枣放入蒸格或者菜篮子中，打开家里的水龙头，然后将红枣表面残留的枣料面粉给冲刷下去即可。最后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把干干净净的红枣了。然后将红枣放在纸上，因为清洗过后的红枣上面有大量的水分，因此我们需要利用纸的吸水性，将红枣表面残留的大量水分给擦拭干净。最后再将擦拭干净的红枣放入碗中。接下来我们还需要用剪刀将每颗红枣把它剪开，因为我们这个红枣实在太大了，剪开之后可以让红枣中的营养成分更好的释放出来。当然你也可以将其表面剪成口子也是可以的。最后咱们得到了一碗这样的红枣。接下来需要准备一瓶老陈醋，当然年份越久越好，家里没有老陈醋的用白醋也可以代替。接下来将陈醋倒入碗中进行浸泡，直到陈醋将所有的大枣浸泡住即可。然后用筷子按一按，尽量将浮起来的红枣按入醋中浸泡。最后用保鲜膜将它包起来，这样可以防止红枣与陈醋浸泡的营养流失。包好之后放在一旁浸泡2到3天即可。时间到了之后，咱们撕开保鲜膜，这时候可以看见经过浸泡后的红枣颜色也已经变暗了。这样泡出来的红枣每天吃上几粒，坚持吃上1个星期之后，你就会收获满满哦。别看这个制作方法简单，
但是它的作用却一点都不简单。这其中可包含了老一辈们的智慧与结晶，且口感相当不错，酸酸甜甜。当然，如果这种吃法你不适应，你还可以用下面这种吃法：往杯子中盛入几颗醋泡红枣，接下来用50度左右的温开水冲泡，千万不要用刚烧开的水哦，因为在高温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营养流失。然后用勺子搅拌搅拌就可以饮用了，喝起来就像饮料一样，不仅口感酸酸甜甜，而且颜色也相当的美丽好看哦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觉得我视频还不错的话，那么就请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你的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你也喜欢醋泡红枣，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咱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